听说重庆巫溪县城北有一处悬棺墓葬群，在悬崖峭壁间的棺木已经完好的保存了2000多年。更为神奇的是，这些棺木之所以能保存如此之久，是因为棺木皆由金丝楠木制作。如果按照现在的市价来衡量，这些棺木完好时可能价值上亿。4万公里旅程的第3天，我们一起来探索悬棺之秘。文涛和狒狒告别巫山后，直奔巫溪，想要探寻这流传几千年的神秘悬棺文化。一大早离开巫山时，巫山笼罩在一片烟雨朦胧中。大家一定听说过巫山云雨这个词。长江三峡在巫山境内冲破巫山山脉，形成壮丽的巫峡。在巫峡里，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了千奇百怪的云雨景观，古称巫山云雨。我们在路上便领略到了巫山的云雨，连绵不绝的山峰让雾气和水汽无法消散，一路上好像置身仙境般。在巫山的云雨中行驶了几个小时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巫溪县。此时拨云见日，逐渐能见到了阳光。沿着大宁河逆流而上，我们朝巫溪县城北部出发。路上经过逼仄的道路，路过很多建在路边的小镇，终于到达了这个号称巫溪3大未解之谜第1名的神秘景观——金竹坝悬棺葬墓群。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呢是在一个悬崖之上，有一些悬棺可以看。我们前2天在巫山的时候，那边的悬棺不容易看得到。这个悬棺是在那个国道旁边的，是可以看得到的。这个悬棺在的位置呢是在巫溪县城的旁边。我们今天从巫山到巫溪县，现在就要去往这个悬棺看一下。600多米，感觉快到了。500米后到达目的地。这边都有这种很立体的、很陡的这种岩壁，所以比较适合建这种岩棺。接近目的地。到达目的地，金竹坝岩棺葬墓群从石门西线附近，位于道路左侧。我们已经到这个金竹坝岩棺群这边了。这种就是建在悬崖上的棺木，不知道放在哪儿了。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岩棺在哪儿，问2个阿姨，看他们知道不？阿姨，那个岩棺在哪儿啊？我呀，岩棺。我留岩棺呢，悬棺在这儿，那个皮子拿来。就在这一块是吧？能看到吗？下面？看得到啊。在哪儿？我看不到啊。那黑的这是啊，哪个黑的？我们眼睛不行的。哦，你们眼睛不行啊？哪个？黑色的那种。哦，黑色那些啊，全都有啊。哦，几千年的。几千年了啊。大片文化馆就在这3000多年。3000多年，哇，这么久啊！飞起无人机看一下，那下面实在是看不到，太高了，它离地面100多米呢。无人机起飞后，沿着岩壁上升，我们还是没有发现悬棺的踪影。给大家看一下我寻找悬棺的尴尬过程。无人机在空中各种调整视角，始终没有看到。大概找了几分钟后，忽然一排棺木出现在我的眼前，这种感觉就好像探宝成功般的兴奋。无人机因为避障的功能无法靠近岩壁，所以视角不是太好。看到有一口悬棺的棺木是打开的，我好奇地让无人机前去拍摄，结果里面是空空如也。也许经历了3000年的风吹日晒雨淋，早已尘归尘土归土。
乌溪金竹坝盐官群位于重庆市乌溪县白鹿镇香树村，距乌溪县城21公里，分布在大宁河支流东溪河金竹峡西岸。棺木在悬崖绝壁之上，高出河面100至140米，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研究巴蜀文化交融以及古代少数民族葬制的实物资料。悬棺葬是古代一种比较奇特的葬式，在江河沿岸选择一处壁立千仞的悬崖，用我们至今仍不知晓的方法，将先逝者连同装殓他的棺木高高的悬挂于悬崖半腰的适当位置。悬棺葬也分多种形式，或于崖壁凿孔，原木为桩，棺木就放置在崖桩拓展出来的空间，或在岩壁上开凿石龛，棺木置入龛内，或利用悬崖上的天然岩沟、岩墩、岩洞置放石棺。而我们眼前的这种悬棺便是利用天然的岩缝来搁置棺木的。为什么这种悬棺能够经历3000年的风雨还保存至今呢？答案就是制作棺木的材料确实非同一般。据文物工作者考察，制作悬棺的木材多是木质坚实、抗腐性很好的金丝楠木。这种树木生长周期长，木质在株树种里面属于上乘，用其制作的棺木即使埋入地下也可100年不腐。棺木一般头大尾小，多为整木用子母扣和毛笋固定而成，密封性很好。这种结构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尸身与空气的接触，而延缓其腐败。至于这些棺木是怎样搁置上去的呢？这是一个千古未解之谜。从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此处悬棺群在岩缝中，而旁边的岩石似乎能够看到古人开凿的痕迹。是不是古人从这里开凿出一条绝壁上的小路，把棺木置于此处呢？另外可以看到，在棺木上都会有几个孔，这些孔会不会就是古人当时在山顶用绳索将棺木从山顶吊放在此处呢？这些都是人们的猜测，但是实地看到这些悬棺，真的会感慨先人们的智慧。现在基本看完了，到时候无人机给大家放吧。这阵天忽然晴了，太阳好大，就沿这种缝隙，有的是自己开凿出来，有的是以前那些岩洞，像这种我觉得应该是开凿出来的，这样子一直修到那边都有，就在这峡谷里面。大家好，我们是7年环球。重庆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巫山县。关于巫山，有一句很著名的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里所说的巫山，既指巫山山脉，也指重庆市巫山县。巫山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三峡库区腹地，跨长江、巫峡两岸，素有渝东门户之称。今天我们将乘船前往中国最袖珍的古镇，因三峡大坝蓄水而搬迁新址的大昌古镇。今天这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出来找吃的。太难得了，竟然有个晴天。你看巫山这个县城到处都在卖这个乡村纸包鱼，哦，巫山烤鱼全都是，这是那个烤鱼一条街。巫山欢迎重庆万州。这个鱼纸，它隔着纸里面在冒泡泡。哇！纸就不要了。纸不要了。鱼看好了，纸就能吃肉了。哇，好香啊！原物料啥的，看着真香。左转，往哪儿转？就那个吧，神女大道。哦。啊！哇！这怎么下去？这他妈，这太牛了！这左转就是这。天哪，这好陡啊！去码头，大哥。哦，好的，谢谢大哥。这会儿咋上来啊？天哪！这好陡，怎么办？怎么办？左转直接转了。啊，你说这老年人怎么下去啊？这挺危险的呢。嗯。
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现在在重庆市的巫山县。其实来到巫山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小三峡，需要坐游船去游览。但是因为我们后面的安排都是顺着长江往重庆市那个方向走，所以今天暂时不坐游船。我倒是很想去一下那个大昌古城，它是坐当地人交通工具那种客船过去。大昌古城因为当时修三峡的时候，原本的古城已经被淹掉了，那边的人和整个城都完全搬迁到更高海拔的地方了。今天我们去码头碰碰运气，看有没有船过去。走慢点哦。看，在这儿送个快递还要一层一层爬。哎，你说送外卖的话，他们这边好多居民楼也不是很高，肯定没电梯啊。对。而且你从那个路上进居民区就要爬楼梯或者下楼梯，是。再爬楼又要爬，我天哪！我腿都软了，我天，好惨！楼梯多少台阶？哎，但是昨天晚上我打开那个外卖，我看了一下，附近的外卖起送还挺低的，10几20就可以送，而且免运费。当时已经9点半左右在看外卖的时候，那他们赚啥呀？辛苦费。我觉得小县城真的是不好赚钱的啊。对。你看大地方人多，机会也多。是。就我们刚才下来的路。天哪！小三峡景区就在那边，在那个桥那块儿，那个桥过去一点就是第一个峡。然后小三峡不是在长江的干流，还是在那个支流大宁河上的。小三也是3个峡。之前他们说那个峡谷水流特别湍急，但现在不是那个修坝之后嘛，那边也变得比较平了，比较秀丽，听说比较秀丽。我们本来是要想去那个小三峡，但是他们现在淡季，每天只有早上10点有一班船。我们估计今天去不了了。不过我们明天去那个凤姐要去那个白帝城就是三峡其中的那个瞿塘峡的地方。是。所以我今天就不去看小三峡了，明天直接去看瞿塘峡吧。好。行吧，咱们现在去找那个客运码头问问有没有去大昌古镇的。好。我们已经坐上去大昌的客船了，今天人还蛮多的。第一个船我没赶上，第二个船也就10分钟就坐满了。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搬迁之后的大昌古镇。其实这个地方据说是完全模仿以前那个大昌古镇的格局造型，完全复制上来的。然后那个最早的那个大昌古镇是在水面以下的，离这还有一点距离，已经被水完全的淹没了。而且这个地方其实之前水流还是挺急的，它能叫小三峡嘛，因为比较窄的峡谷那个地方。对。但是现在因为修那个三峡大坝之后，高峡出平湖嘛，这片现在也变成这种比较平静的水面了。三峡移民搬迁还是工程挺大的，很多的镇啊、县城啊都是整体搬迁了。走，我们上去看看它新建的这个城。走吧。大昌古镇。新建的这个城还是挺干净的，道路好宽啊，也没有车，就几个人。那边是一堆阿姨在聊天，这边好像是几个叔叔在下棋。这个古镇是不是现在去不了了？有人在装修好了。装修着呢。人家跟我说那个大昌古镇被水淹掉了。那是老城。老城啊，现在搬到这儿了。搬到市里面就在这儿。哎呀，那是新建的，是不是就没意思了？新建的他都把那些古迹完全搬那些古镇啊，一模一样的哈。由于大昌古镇还在维修中，我们只能通过航拍画面窥其一二。视频中可以看到，大昌古镇东西主街长约350米，南北长约200米，4门可通话，一灯照全城，堂上打板子，户户听得见。虽然袖珍迷你，但依然感受得到古色古香的历史韵味。大昌古镇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境内小三峡风景区，古镇始建于晋，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三峡地区唯一保存完整的古城。
2002年，大昌古镇整体搬迁至旧址8公里外的西包岭下大昌湖旁，这是世界古民居保护史上的奇迹。三峡工程于2003年5月开始蓄水后，古镇原址全部永远地沉寂于滔滔的大宁河水下。三峡移民，这是一代人的漂泊，回首处只能感叹：望家乡山遥水遥，往北地好天高，带着浓浓的乡愁，新建盛世家园。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关注我们，欢迎转发点赞。青年环球带你一起去看这个美丽的世界。